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？那些把半辈子积蓄全数掏给儿女的父母，到最后往往是最不被儿女尊重的人。那些省吃俭用替儿女还房贷、带孙子、做家务的父母，到最后往往换来的是一个冷漠的眼神。这不是偶然，这背后藏着一条深入人性骨髓的铁律。今天我要把这条铁律讲清楚，你听进去了，你往后的日子就不一样了。你听不进去，还是老样子，那也没有办法，个人有个人的缘分。我常说，德不配位，必有灾殃。这话放在家庭里同样成立很多。父母以为给的越多，儿女就越孝顺，这个认知从根子上就错了。不是儿女不孝，是你用错了方向，方向一错，越努力越伤自己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你付出了一切，到头来却连一句真心话都换不到？我先不告诉你原因，你跟着我往下走。很多人以为儿女不尊重父母，是现在的年轻人太自私，是西方文化带坏了风气，是社会浮躁了。其实不是这样的，这不是时代的问题，这是人性的问题。人性从来没有变过。易经里说，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。你是什么气场，你就吸引什么回应。你散发出的是卑微，你得到的就是轻视。这不是迷信，这是规律。从古到今，概莫能忘。易经64卦里有一卦叫做择天拣卦，是什么意思？决就是决断，就是斩断，就是在关键时刻下定决心，彻底切除腐败的部分，不拖泥带水。这一卦的卦辞说：阳于王庭，符号有利告知义，不利即容，利有攸往。意思是说，当你发现局面已经失控，你就必须站出来，在最显眼的地方表明立场，告知四方，但不能靠蛮力硬冲，要靠清醒的决断，找准方向，才能利有攸往。放在今天父母与儿女的关系里，这一卦告诉我们的道理非常深刻。当儿女对你的态度已经失去了应有的尊重，你不能继续忍气吞声，更不能继续无底线地供养下去。你必须做出未卦的决断，斩断那些错误的供养模式，重新站回你应有的位置。我给你讲一个历史上的例子，唐太宗李世民的皇后长孙皇后是历史上公认的贤后，她的智慧有一点特别值得今天的父母学习。她对自己的儿女从来不是无底线的溺爱，她深知一个母亲如果把所有的精力和资源都压在儿女身上，儿女就会失去独立的骨气。她教导儿子，自己的路自己走，自己的事自己担。他在世的时候，太宗最宠爱的魏王李泰骄纵跋扈，他不护短，不偏袒，该立规矩就立规矩。史书记载，长孙皇后多次劝谏太宗不要过分溺爱皇子，否则必然养成骄横之气，将来祸及社稷。他在世诸子之礼，他去世不久，诸子夺嫡，乱象丛生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真正的爱从来不是无边无际的给予，真正的爱是有格局的，有边界的，有尊严的。我见过太多这样的情况。我认识一位老移民，在洛杉矶做了30年进出口贸易，苦日子都熬过来了，积攒了不少家底。2个儿子都在湾区的科技大厂上班，年薪不低。但这位老父亲心疼儿子，觉得湾区房价高，压力大，于是把自己收出的钱每个月打到儿子账上，帮他们还房贷。后来他生意遇到困难，心脏也出了状况，要做手术，手头紧张，断了供给。2个儿子没有第一时间飞回去关心父亲，反而打电话来质问
说你怎么突然断供了？你害我们这个月信用卡差点违约。这位老父亲在医院病床上打电话给我，说他觉得自己养了2条白眼狼。我跟他讲，这不是你儿子的问题，这是你一手造成的局面。你把金钱无底线的倒贴出去，你亲手拆除了自己的底线，你把他们养成了伸手等钱的习惯。现在局面反了，你不能只怪他们。道德经第2章说，天下皆知美之为美事恶矣。意思是，当所有人都把一件事当成理所当然，这件事就已经变质了。你的付出一旦被儿女视为理所当然，它就不再是父母的爱，它变成了一种债务关系，而且是一种只有你在不停还债的单向关系。老子还说，为而不争。真正高明的付出是做了，但不执着于回报，而不是拼命给予，却拼命索取感激。你把所有底牌都亮出去了，你在这段关系里就没有任何筹码了。五行里面有一个道理叫做水满则溢，水是财的象征，也是滋养的象征。但水一旦泛滥成灾，它不再是滋养，它变成了淹没你对儿女无底线的经济供给。就像泛滥的洪水，它淹没了儿女独立成长的空间，淹没了他们面对生活压力的能力，也淹没了你自己晚年最后的尊严和保障。木克土，土克水，五行相克，天道自然。你的过度给予，克制了儿女的成长之木，最终反过来克制你自己。从命理的角度来讲，一个人的晚年格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有没有守住自己的财库。命理里讲财库，不只是说物质上的钱财，更是说一个人的能量边界。你的财库守住了，你的气场就稳，你的话语权就有分量。你的财库四处漏风，你的气场就散，你走到哪里，别人都感应得到你的虚弱。很多父母到了晚年，不是命不好，是财库早就被自己亲手凿穿了。我常说，积善自家，必有余庆。这话出自《易经》坤卦文言传，但你要注意，这里的积善是有智慧的善，不是愚昧的善。没有原则的给予，无是善，是溺，溺爱的溺，跟溺水的溺是同一个字，绝非偶然。孔子在《论语》里说：“爱之能，勿劳乎？”真正爱一个人，要让他经历劳苦，让他在劳苦中长出自己的脊梁。你帮他扛走了所有的劳苦，你以为你是在爱他，其实你是在剥夺他成长的机会。这不是积善，这是积逆。反过来看那些从来不懂得守住底线的父母，最后结局往往是一场悲剧。我见过有的老太太把自己一辈子积攒的房产全部提前给了儿子媳妇，以为这样就能换来老年的安乐。结果儿子媳妇拿到房产之后，对他的态度一落千丈。老太太生了病，没人送她去医院，只能自己打车。逢年过节，儿子找各种理由不回来，就发一个微信红包了事。这位老太太到了最后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，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出租屋里，守着那几件旧家具，生活尊严荡然无存。这就是无底线付出的代价，这就是微卦里没有做到决断的结果。那要怎么做？我给你讲具体的。第一，从今天起，立刻停止无底线的经济供给。你的钱是你拿命换来的，是你的养老钱，不是儿女的备用金。儿女成年之后，你在法律上和道义上都不欠他们任何东西了。你给他们是你大度，不给他们是天经地义。你要把这个认知彻底刻进脑子里，不要心软，不要愧疚。你越心软，你越愧疚，你就越被动。把你手里的钱留给自己买高端医疗保险，留给自己去旅行，留给自己吃好的，用好的。当儿女发现你的财产完全由你自己掌控，
你不再是随时可以提款的机器，他们对你的态度会立刻发生变化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，这话放在国际关系里是真理，放在家庭关系里一样是真理。第二，立刻停止对儿女的过度干涉和说教。易经里有一卦叫做三折损卦，损是减少的意思。损卦的智慧告诉我们，有时候减少反而是增益。你减少对儿女的干预，反而增益了你们之间的感情。很多父母嘴上说为你好，实际上是在满足自己的控制欲。你用30年前的经验去指导活在今天数字时代的年轻人，这不是智慧，这是傲慢。你要明白，成年的儿女是一个独立的个体，他们的人生公司唯一的 CEO 是他们自己。你最多是名誉董事长，最高的境界就是闭嘴放权。当他们遇到困难主动来找你的时候，你不要说我早就告诉过你这类的话，你只需要平静地说，我相信你能处理好，家里的门永远为你开着，然后转身去忙你自己的事。这4个字，闭嘴放权，你如果能做到，你们的关系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根本性的改变。第三，立刻停止卑微的讨好，停止把儿女当作你唯一的情感寄托。这是最核心的一条，也是最难做到的一条。我们中国的父母有一个共同的软肋，就是没有自我。年轻时为父母活，中年为儿女活，到了晚年还要紧抓着儿女这根稻草，从儿女的回应里寻找自己的存在感。这是最危险的状态。命理里讲，印星过旺，必克子息。你对儿女的执念太深，反而会在无形中产生一种压迫性的气场，让儿女无法喘息，反而离你越来越远。你把情感的鸡蛋全放在儿女这一个篮子里，一旦这个篮子出了问题，你整个人就垮了。我认识一位在纽约法拉盛居住的华人阿姨，原来天天抱怨儿子不回来看她，整天以泪洗面，血压飙高。我跟她深谈了一次，把这个道理说清楚了。她想了想，一拍大腿说，对啊，我有钱有闲，身体还健康，我凭什么天天等他们的施舍？从那以后，她去报了交际舞班，开始认真学英语，周末跟老年旅行团去大峡谷、黄石公园，朋友圈里全是穿着漂亮裙子笑得灿烂的照片。过了几个月，他儿子觉得不对劲，以前每个周末老妈都会打电话哭着叫他回去，现在连续1个多月一点动静都没有。儿子忍不住打电话过去，阿姨笑呵呵地说，哎呀，我这个周末要飞拉斯维加斯看秀，机票都订好了，没空陪你们，你们自己管好自己，拜拜。说完自己挂掉了电话。结果呢，儿子彻底慌了。从那以后，儿子和儿媳妇每隔一段时间就提前预约，主动带礼物来看他，态度毕恭毕敬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位阿姨重新活出了自己的框架，她不再是一个等待施舍的可怜老太太，她变成了一个充满活力、有自己精彩生活的魅力。女性人只会尊重独立的、有光芒的人，这是人性的铁律，没有例外。你看，《道德经》里老子说得很清楚，曲则全，枉则直，花则盈，敝则新。你越是退让，越是减少执念，你反而越是能得到圆满。你越是紧抓不放，你越是什么都抓不住。老子这话不是消极，是大智慧。水往低处流，看起来是软弱，但水能穿石，最后赢的是水。你放低姿态，不是认输，是在积蓄最大的力量。从相学的角度来讲，一个人的气场写在脸上，
也写在举手投足之间。那些整天愁眉苦脸，等待儿女关注的父母，眼神里带着一种恳求，带着一种乞讨感。这种气场，在相学里叫做疝气。疝气的人，不管站在哪里，都镇不住场子，都压不住气势，别人自然而然就不把你放在眼里。反过来，那些活得精彩、有自己天地的老人，眼神里是笃定，是从容，是一种饱满的生命能量。这种气场，在相学里叫做聚气。聚气的人，走到哪里都自带威严，别人不由自主就会尊重你。你想让儿女尊重你，你先把自己的气场立起来。气场立起来了，什么都跟着立起来了。孟子讲：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善天下。这话放在今天父母的晚年同样适用。你现在的状态如果还不够强大，那就先把自己经营好，先做到独善其身。你先把自己活成一道光，把自己的身体养好，把自己的心情理顺，把自己的兴趣爱好发展起来，把自己的社交圈子建立起来。当你自己先活好了，你才有能量去影响儿女，去影响周围的人。你自己都是一滩散沙，你怎么能期待别人来尊重你、敬仰你？儒家讲正心诚意，修身齐家，治国平天下。你看，齐家在修身之后，你必须先把自己修好，家才能齐。很多父母把顺序搞反了，自己还没有修好，就急着去管儿女的事，去理儿女的家，结果把自己弄得狼狈不堪，把儿女弄得鸡飞狗跳，两败俱伤。修身才是根本，这条路没有捷径。我见过太多父母用尽了一辈子的力气，把所有的资源都倒进儿女这个无底洞，到最后连自己的养老都成了问题。我也见过一些通透的老人，他们早早想明白了这件事，把后半生活得风生水起，儿女反而主动回头对他们毕恭毕敬。这两种结局差别在哪里？差别就在于有没有守住自己的边界，有没有建立自己的框架，有没有把自己当成人生舞台上的主角，而不是陪衬。易经里还有一卦叫做第三谦卦，谦是谦逊的意思。这一卦教我们，谦不是自我贬低，不是无底线的退让，而是在稳住自己重心的前提下，保持低调的姿态。谦卦在64卦里是唯一一个六爻全吉的卦。为什么谦能全吉？因为谦的人知道自己的重量，他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什么，他也不需要从任何人那里获得认可。他的根扎在自己的内心，不在别人的眼睛里。这样的人无论走到哪里都能站稳，都不容易被人轻视。你把这个谦字参透了，你就知道晚年应该怎么活了。我常说，树大自然有人来乘凉。你把自己的根扎深，把自己的枝干长出，你的叶子自然就茂盛，来乘凉的人自然就多。你反过来，把所有的营养都输送给旁边的枝桠，自己的根越来越浅，越来越空，最后一阵风就能把你吹倒。父母和儿女的关系也是这个道理。你先把自己这棵树养好，你的儿女自然而然就愿意聚在你身边，因为你身边有阴凉，有力量，有值得他们仰望的高度。命理里讲七杀格局，七杀是一种强烈的克制力量，它听起来凶，但用好了，七杀反而是最有魄力、最有战斗力的一种格局。很多在商场上叱咤风云的人，都是
七杀格局。他们被生活磨砺过，被现实狠狠地打过，但正是这些打击，让他们变得刚猛有力，令人敬畏。今天儿女对你的冷漠和不尊重，其实就是你命盘里一次七杀的激活。老天爷不是在惩罚你，老天爷是在逼你重新站起来，重新找回你曾经的那股子劲。你在社会上打拼了几十年，什么样的苦没吃过，什么样的坎没跨过？你跨过了那些，你跨得过这个，但你要用对力气，不是往儿女身上使力，是往自己身上使力，把自己立起来，这才是用对的方向。《论语》里孔子说：“吾日三省吾身。”每天反省自己，不是为了折磨自己，是为了看清楚自己在哪里，走偏了及时调整。你今天坐在这里听我讲这些话，我希望你也能做一次三省。你有没有在用金钱购买儿女的感情，结果买来的是他们的漠视？你有没有用说教替代了尊重，结果换来的是他们的厌烦？你有没有把所有的情感都压注在儿女身上，结果让自己变成了一个随时可能崩塌的情感乞丐？你把这3个问题想清楚了，你就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了。佛家讲放下，很多人以为放下是认输，是逃避，是软弱，其实不是。放下是一种极高的智慧，是一种大勇气。你放下对儿女的执念，不是不爱他们了，是用更高维度的方式去爱他们。你放手，让他们去经历生活的磨砺，让他们去碰壁，去受挫，去在柴米油盐的重压下，慢慢明白父母的不易，这才是真正对他们有益的爱。佛家还讲因果，你今天种下什么因，你明天就结什么果。你今天种下卑微讨好的因，你就结出被人轻视的果。你今天种下独立自强的因，你就结出被人尊重的果。因果不虚，从来不会搞错。我见过一位老先生，当年在台湾做了几十年的生意，退休之后跟儿子一家住在一起，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儿子家的事情上。儿子买什么，孙子怎么教，儿媳妇做什么菜，全都要管。儿子一开始忍着，后来越来越不耐烦，跟老父亲大吵了几次，说你能不能少管一点，你烦不烦？老先生气得半死，觉得自己一片好心换来了这样的对待。后来他认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老朋友，大家一起打太极，一起研究易经，一起组团旅行。他的生活重心慢慢从儿子家转移出来，整个人的状态焕然一新，眼睛里有光了，走路也有劲了。儿子有一天看到父亲神采飞扬地出门，忍不住问他去哪里。老先生笑着说：“我们这群老朋友要去峨眉山研学，我有正经事要忙，你们好好的。”儿子愣了一下，那天晚上给老父亲发了一条很长的消息，说：“爸，以前是我不好，我知道你为我们付出了很多，我以后会更多关心你。你说，这不就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吗？但这个结果是怎么来的？是老先生先把自己活好，先把自己的光点亮，才换来的。我要告诉各位，人生下半场的主旋律只有4个字：回归自我。你不只是某个人的父亲，不只是某个人的母亲，在这些身份之下，你首先是你自己。你这个人有独立的价值，有独立的尊严，有独立的喜怒哀乐，跟儿女无关。当你把这一点真正想清楚了，真正活出来了，你会发现世界完全不一样了。命由心造，福自己求，这句话是真的。你的晚年是什么格局，不是儿女决定的，不是命运决定的，是你自己心里的选择决定的。
你选择卑微，你就得到卑微的回报；你选择独立，你就得到独立的尊严；你选择精彩，你就得到精彩的晚年。这个选择权一直在你自己手里，没有人能拿走它。今天我说的这3件事：停止无底线的经济倒贴，停止过度干涉和说教，停止卑微的讨好与依赖。你把这3条做到了，你的家里局面用不了多久就会翻转。不是我在哄你，是人性的规律就是这样运作的。你强大了，别人就尊重你；你有边界了，别人就不敢越界。你活出了自己的精彩，儿女反而会主动靠近你。易经的智慧说：自强不息，厚德载物。这8个字放在晚年的父母身上，依然是最核心的指引。自强是说你要不断地充实自己，不要停下来，不要沉浸在等待和抱怨里。厚德是说你要拓宽自己的格局，不要把眼光只盯在儿女一件事上，要有更宽广的胸怀去装下更多的美好。当你真正做到了自强不息，厚德载物，你自然就能载得住儿女的尊重，载得住晚年的幸福。今天这番话你若是听进去了，照着做3个月，3个月之后你再来看自己，你的气色变了，你的状态变了，你身边人对你的态度也变了。你若是听不进去，还是老样子，那也没办法，个人有个人的缘分，我也强求不来。但我真心希望每一位在这里认真听完的朋友，从今天起就迈出那一步，不要再等了。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，其次就是现在。去给自己报一个你一直想学的课，去约上老朋友出去走走，去把那瓶存了很久的好茶开了喝，把你的人生从今天开始交还给你自己。愿各位都能从今天起守住自己的边界，活出自己的精彩，赢回本就属于你的那份尊严与体面。